如果没有意外的话， iPhone 3系列在下个月中旬就能和大家见面了。近年来，苹果 iPhone 在创新力度方面有所下降，但不影响消费者继续购买 iPhone。相比硬件堆料和技术创新，大部分消费者实际上更加关心 iPhone 的价格。只要价格合适， iPhone 的销量就会快速增长。根据最新报道显示， iPhone 3系列会与 iPhone 12系列保持一致，预计同样还是$699起。对于苹果来说，能够保持和上一代 iPhone 相同的价格诸为不易，毕竟在全球原材料涨价、缺芯片等大背景下， iPhone 3系列的成本也会有所增长。更良心的是， iPhone 3系列不仅不涨价，配置方面也有更明显的升级，尤其是在拍照、高刷等传统短板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。以下让我们简单梳理一下 iPhone 3系列的主要升级点。第一，120赫兹高刷新率 LTPO 屏幕。安卓生态阵营目前已经全面普及高刷新率屏幕，流畅度方面毫无疑问已经超越苹果 iPhone。不过据知名人士爆料，屏幕是此次 iPhone 3升级的重点。具体来讲， iPhone 3 Pro 和 iPhone 3 Pro Max 都将会搭载120赫兹 OLED 屏幕，并且支持 LTPO 技术，能够实现自适应刷新率调整。1到120赫兹刷新率范围活动，可实现降低屏幕功耗，增强手机续航能力。不过出于成本和产品定位的考虑， iPhone 13和 iPhone 3 mini 这两款售价较低的型号将继续适用60赫兹的 OLED 屏幕。第二，更大的相机模组。此次有爆料称， iPhone 3全系列将拥有7P 镜头，且支持自动对焦。 iPhone 3 mini、13、13 Pro 均会使用一颗为 f1.6 的光圈7P 广角镜头，而 iPhone 3 Pro Max 的7P 广角镜头光圈更大，为 f1.5， 进一步提升感光面积。从第三方配件厂商透露的 iPhone 3 Pro Max 保护壳来看，其后置镜头模组面积比上一代有了非常明显的增加，这意味着 iPhone 3 Pro Max 在相机硬件堆料方面是下了一番本钱的。不过遗憾的是，苹果公司为了有效控制成本， iPhone 3和 iPhone 3 mini 在相机硬件方面并没有太大提升。根据泄露的最新报告了解，虽然 iPhone 3和 iPhone 3 mini 缺乏许多重大的硬件升级，但是会推出专为专业用户量身定制的新相机功能，其中包括用于视频的人像模式。视频人像模式可以使人物清晰对焦，同时虚化背景突出人物，让用户拍摄出别具效果的 Vlog 视频。第三，性能提升 20% 的 A15 仿生处理器。性能方面，上一代 A14 仿生处理器实际上已经远超同类竞品，而 iPhone 3系列搭载的 A15 仿生处理器将更进一步继续拉开与安卓阵营的差距。A15 将采用台积电第二代5纳米工艺技术，性能上对比上一代提升了 20%， 能效比则提升 30%， 功耗大大降低。需要强调的是，过去的 iPhone 很难完全发挥出 A 系列处理器的真实水平，因为散热问题导致 A 系列处理器无法长久维持峰值性能，在大型游戏过程中遇到发热问题后就会强制降帧锁屏，甚至还会强制降低亮度，因此苹果 iPhone 的游戏体验令人一言难尽。因此 A15 仿生处理器不必太过强调性能提升，只要维持正常幅度升级即可。也相信广大苹果用户更加希望 iPhone 3系列拥有更好的散热，而不是只有更强的 A 系列处理器。另外，苹果 iPhone 的网络通信能力一直是短板，不过 iPhone 3系列用上基于5纳米制程工艺的高通 X60 5G 基带，能实现对 SUB 6G 赫兹与毫米波制式的支持，网络能力或许能够有所提升。以上就是目前已经爆料的苹果 iPhone 3系列主要升级信息，其在拍照、屏幕、性能等方面都有较为明显的升级。虽然这一代的标准版和 mini 版受限于成本控制依然存在野歌情况，但是好在售价方面和 iPhone 12系列保持一致。iPhone 3系列发布会将于9月份进行，同时也会有其他全新产品亮相，比如新的 AirPods、新的 Apple Watch 等，甚至还可能会在10月、11月再一次举办2场发布会。主要发布的新款产品包括 iPad mini 6和新的 MacBook Pro 笔记本，
以上就今天的全部内容，欢迎关注、点赞和留言互动，下期内容我们再见。